祝各位身體健康。嗱，今日都幾多嘢要宣佈嘅。咁首先，如何講英超呢個禮拜又有㗎，因為咧呢個禮拜日有熱刺對曼聯啊嘛，咁所以咧今次又會有如何講英超啦。咁呢一個就係一係禮拜四，一係禮拜五啦，就暫時未知邊一日，都係8點鐘啦夜晚。咁另外啦，熱刺對曼聯，咁呢個都會有專屬嘅直播啦。佢時間咧同今日嘅呢一場啊曼市打比一樣啊，都係12點半啊，所以12點鐘咧呢個頻道就有專屬直播啊！嗱，仲未做會員嘅朋友要加入啦，識得加入噶咯喎，應該啊！咁不過啦，有啲海外嘅兄弟咧就問我：咦，點解加入唔到嘅咧？咁原來咧，我發現真係海外嘅兄弟咧係加入唔到呢一度咧做專屬會員。咁另外咧，有啲兄弟都問我有冇 YouTube 以外嘅方法可以加入做會員去參加呢個專屬嘅直播咧？咁所以咧，我就啱啱開咗個 Patreon 嘅。呢個 Patreon 咧就係世界性㗎啦，應該任何兄弟都可以咧就係加入。咁呢一度呢條片下邊嘅 link 咧，我係有擺出嚟啦，就係有一個 Patreon 嘅 link 嘅。咁大家可以入去啦，咁都一樣咧，就係同YouTube 呢一邊嘅價錢一樣嘅嚇。咁嗰邊咧就係3蚊美金，差唔多嘅啫嚇。咁所以咧就希望海外兄弟可以有種嘅新嘅方法咧，就係支持同埋參與我哋嘅專屬直播啦。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講翻呢一場啦，曼市打比。嗱，呢一場波咧喺呢一個預測嘅角度嚟睇咧，對我嚟講係幾特別下嘅噃，因為咧我喺未收到正選陣容嘅呢個賽前預測當中，我竟然係估中咗最關鍵嘅部分咧，我就係話曼聯贏波嘅方法咧，就係要用個死球啊嘛嚇，用個死球咧就係可以偷雞啦，可以一季雙殺哥迪奧拿咁話啊嘛。咁而個事實就係上半場一個死球嘅戰術搞掂咗啦，之後就收縮頂埋佢啦。咁啊，臨完場前麥湯嘅嗰個叫做係錦上添花嘅啫，上半場嗰個死球先至最關鍵啊嘛。咁咧就俾我講中咗係用呢種方法偷雞喎。咁但係啦，去到專屬直播嘅時候咧，又好得意啦。我睇到呢個正選陣容之後，我突然之間就發現呢，原來曼聯係會比我賽前預測想像中呢更加早係停止全場壓迫喎，即係呢，曼城呢會比想像中更加快、更加早係攞到個控球在腳嘅時間。咁本來呢，我就係估60分鐘之後曼城先至可以控球在腳，咁而我去到專屬直播見到個陣容呢，我就話提早咯，35分鐘呢，曼城就可以穩定控球在腳，而個事實咧竟然係更加早添啊！去到咧上半場10分鐘之後，其實曼城就經已穩定控球在腳。嗱，曼聯喺上半場頭5分鐘壓迫得幾勁嘅，咁但係之後咧就逐步咧係減低個壓迫力，咁要去到咧就入完波之後再有腎上腺素提升先至多翻10分鐘嘅壓迫。總而言之咧，0-0嘅時候咧就係頭5分鐘先至有個強嘅壓迫，之後咧就逐步減弱，去到10分鐘之後咧就開始接近收縮噶咯喎，咁跟住咧就俾呢個曼城控球在腳啦。點解會咁嘅呢？嗱，原因呢就同我專屬直播所講嘅原因一樣，曼城中場線嗰度就穿咗個窿，咁就俾咗空間呢，就係曼城可以猜過半場，即係猜過曼聯嘅全場壓迫，咁咪會逼到曼聯收縮咯。而個窿呢，就係馬迪啦，咁呢個都冇辦法喎，我哋都要明白翻呢，就係年紀大啦呢一個馬迪，我 show 翻曼聯嘅陣容先啦。咁馬迪咧就唔係好夠膽可以好似佢嘅拍檔費特咁樣飆上去咧參與全場壓迫，所以嗰度有個窿嘅。咁全場壓迫咧就唔可以有窿嘅喎，必須要整體嘅噃。如果有個窿嘅話咧，就會好容易失敗㗎啦。咁呢個問題咧，當然就係因為冇咗麥湯文尼打正選啦。咁可能麥湯嘅呢一個狀態就真係唔得啦。咁如果今日有個狀態正常嘅麥湯喺樹咧，而唔係出馬迪嘅話，曼聯就可以贏得更加整體啦。咁整個上半場嚟講咧，有呢個麥湯喺樹，一定係可以壓到曼城冇咩控球時間啦。咁曼聯咧係會有非常之多嘅反擊次數咧，而首個入球咧，曼聯亦未必要需要用到死球戰術添個波。咁但係可惜啦，麥湯冇正選就係事實嚟㗎啦。咁曼聯呢，就係要靠一個突發性嘅死球戰術入波，個腎上腺素先至大升先至可以喺30分鐘至40分鐘有翻個壓迫嘅勢頭。但係腎上腺素始終係治標唔治本啦，所以之後呢都會回落翻個波。嗱，曼聯的確啦就係今日
俾咗太過多時間曼城去控球在腳嘅。咁可能你會問啦，其實曼聯今日中場線同埋前線嘅正選球員係同贏車路士嗰場一模一樣嘅，咁點解曼聯嗰場對車路士仲要作客，但係個壓迫就唔錯個噃？主場嘅車路士咧係俾曼聯壓迫到4-3-3都係唔能夠控球在腳，咁點解今次曼聯翻到主場對住曼城又反而做唔翻出嚟嘅呢？嗱，個原因除咗係曼聯對車路士之前放咗2個禮拜假之外啦，仲有一個好關鍵嘅戰術理由嘅，就係曼聯對車路士嘅時候係可以用到後防線嘅低位壓迫去破壞對方，去彌補馬迪嘅問題。嗱，車路士嗰一場波咧係用咗好多長距離嘅連結，直接係揾前邊嘅進攻點，即係啲傳送咧係長距離，而且向前咧直接去到曼聯嘅後防線嗰處啊！咁所以曼聯嘅後防線就係可以施展到個低位嘅壓迫去破壞晒車路士控球在腳，所以可以直接搶波再打反擊啊嘛！咁但係今次嘅對手叫做曼城啦，曼城用嘅連結係短好多咧，而且咧唔會下下向前直接去揾曼聯嘅後防線啊！呢一個曼城係會多啲用橫傳、斜傳啊，咁咧就會避開咗曼聯後防線嘅低位壓迫，咁所以你會發現咧，今日曼聯嘅後防線咧就唔可以再好似對車路士咁樣樣咧，不停咧低位壓迫成功，所以多次衝出嚟咧都係唔可以話直接搶到個波再打反擊嘅，所以只可以衝出嚟咧係暫緩住曼城嘅連結效率。咁咧就彌補唔到馬迪嘅問題啦，就破壞唔到曼城嘅係控球在腳啦。咁而呢一件事咧，對於曼聯嚟講其實係危險嘅，可以舒舒服服控球在腳嘅曼城咧係有可能有破密集嘅能力噶嘛。咁而且今日係有新增高做變形系統，史達寧咧就拉左邊，科登就右邊，呢個結構曾經喺最近嘅英格蘭聯賽杯決賽成功破到密集，呢一個元素咧就令呢個因素咧，就令到我喺專屬直播當中嘅預測咧，需要咧就係我當時認為要調整啊嚇，我認為曼城有可能破到密集，所以咧我就話曼聯嘅助和望贏機會咧大減啦，反而咧曼城助和望贏嘅機會咧就大增嘅。咁所以咧喺個預測嘅角度嚟講咧，今次曼徹斯特市打比大戰對我嚟講就特別啦嚇。賽前嘅預測我估中個結果，但係估唔中個過程，反而咧專屬直播我估中晒個過程，但係咧就估唔到個結果喎。嗱，個原因咧就即使我攞到個正選陣容都好，今日都係出現咗一個意想不到嘅事情喎。嗱，係乜嘢意想不到嘅事情呢？嗱，就係哥迪奧拿食錯藥啦。而今次呢，我就唔會自責，點解我估唔到嘅？因為根本就冇可能會估到哥迪奧拿會食一隻咁錯嘅藥嘅，就靠到老鼠拉龜嘅。嗱，你跟翻英格蘭聯賽杯決賽嚟睇啫嘛，正常嚟講都係咁睇噶啦。即英格蘭聯賽杯決賽係咁擺噶嘛，中場嗰度。大衛斯華偏左進攻中場，根道簡根叔就偏右進攻中場。大衛斯華就可以幫到史達寧做綠葉嘅，亦都可以咧用到左腳喺偏左進攻中場 underlap half space， 而呢個根叔右腳就偏右嘅。嗱，咁樣咧，當時聯賽杯決賽係完全符合超級主攻嘅概念，點知今日作客曼聯竟然完全調翻轉去食錯藥。嗱，同樣都係左腳，功能類似大衛斯華嘅小斯華咧，就竟然被安排喺偏右，咁反而咧根叔就偏左。嗱，咁咧就冇咗 underlap 用隻正腳位落底線啦，咁啊完全違反咗超級主攻嘅概念啦。而最陰功最慘嘅地方係咩啊？最陰功最慘嘅地方咧係根叔啊，呢個契仔咧今日係不停喺偏左嗰度做主角啊！嗱，咁就瀨嘢，佢仲要唔係話幫史特靈做主，即係佢又唔係話做主角幫史特靈，佢係不停轉方向去右邊，仲要不停斷纜。咁啊，搞到右邊嘅小斯華都冇得發揮，亦都搞到咧就亞古路面對密集做支點做得唔錯都冇用，而呢個史達寧上半場有拉左邊亦都冇用啦，因為冇人做主角交波俾史達寧做綠葉插入，咁史達寧變咗就只可以攞住個波咧就單對住雲比沙卡，就俾雲比沙卡凍結喎，咁最終咧曼城就老鼠拉龜啦。咁我啱啱所講嘅咧就係上半場嘅問題嚟嘅啫噃，下半場係仲大劑喎。嗱，根叔咧
踢得好曳喎，但係全場踢足喎，好嘢啊！嗱，拎走嘅球員係小肖華，咁科登呢就變翻打中間，但係又唔係打偏左喎。去到76分鐘就 Mandy 入嚟冇埋變形系統，就史特靈入埋中間就冇再拉邊，咁咪得翻老鼠拉龜一招。啊，唔係，係老鼠拉龜得翻明埋一招嚇。咁但係咧，你斬入去嘅時候，我哋就會見到人哋曼聯係麥佳亞，咁曼城咧阿耶穌喎。咁你話有冇得頂啦？唉，今次啊真係冇得頂啦，哥迪奧拿你嚇。我仲睇到場邊哥迪奧拿仲打手勢教曼城點樣玩明買頂頭錘，都好好笑嘅啫。嗱，用腦嗰啲戰術就話有得教下嘅啫，但係你明買升起頂頭錘，講個人能力，講嘅身體，個人能力身體嗰啲有得教嘅咩？即係你教耶穌點樣跳高啲去頂贏麥佳亞，即係如果係得嘅話呢，我夠膽講啊！如果你咁都教到耶穌可以跳高啲頂贏麥佳亞呢，咁我相信人類呢就唔需要再起嗰啲咩飛機啊，起嗰啲咩火箭，用下個腦啦嚇，用下個腦咪可以升上天咯。根據哥迪奧拿嘅呢一個諗法，係嘛？咁曼聯嘅後防線今日係今日係已經係曼聯嘅後防線今時又唔同往日㗎啦嘛。雖然今日呢，曼聯就再做唔到低位壓迫，但係面對住明買綽綽有餘啦。人哋曼聯今日出馬迪被逼收縮，個壓迫力下降，你哥迪奧拿竟然主動玩明買，盡顯翻曼聯嘅優勢，仲唔係食錯藥，係食錯啲乜嘢嘢啊？嗱，英超冇可能追到利物浦啦，咁今日咧就唔冒險唔俾呢個奇雲迪布尼入大名單，絕對理解嘅。今日啲球員曼城嗰邊咧就唔敢搏，希望保住個健康去打歐聯，都理解嘅。但係哥迪奧拿，你作為教練，你戰術係咪合理先至得啊？係咪都要合理先得啊？即係可以輸嘅賽事就可以踢得唔合理嘅啦咩？嗱，今日曼城嘅戰術就大錯嘅，打反擊亦都係曇花一現嘅啫。一開波9分鐘，史特靈禁區裏邊完成咗個反擊，就用到射門作結，就迪基亞要飛撲嘅。下半場呢，就係47分鐘一開波嚟嘅，咁呢一個呢，就係阿古路喺禁區裏邊完成到個反擊，用遠射作結入埋。不過呢，就膊頭越咗圍。嗱，呢兩次 OK 啦，係因為比賽早段仲有體能，所以呢都係得呢兩次嘅啫。其餘嘅時間隨住呢係日子1分1秒咁樣過去啊。呢一個曼城嘅體能逐漸下降，咁之後再打反擊就見到阿古路的而且確咧就經已年紀大啦，史特靈咧有的而且確係唔在狀態嘅。咁呢個曼城咧74分鐘全場唯一嘅黃金機會，史特靈都把握唔到啦。咁當時咧係馬列斯嘅助攻嚟嘅。咁至於講到馬列斯今日打後備咧，咁我都仲可以理解為係一個叫做輪換咯。嗱，曼城前邊嚟講咧，有足夠進攻點嘅話，咁馬列斯打後備又唔係話好大問題。咁可能哥迪奧拿覺得科登嘅速度再快啲啩，咁可以彌補到咧就係史特靈同埋阿古路嘅問題。不過可惜點彌補都好啦，曼城嘅反擊速度咧都係唔夠曼聯快啦。咁講到呢一 part 咧，就即係開始講曼聯嘅進攻，咁當然就係講到曼聯嘅反擊啦。嗱，今日就般奴費南迪斯做超級連結人嘅，咁當然啦就係唔會再出現嗰啲好離奇嘅斷纜噶啦。咁蘇斯一齊都唔需要再喺場邊嗰度講粗口噶啦。咁既然嗰條友咧今日連大名單都入唔到咧，咁我就唔需要再講嗰條友個名啦。咁我只會咧就多謝嗰條友嘅原力同埋感激蘇斯一齊唔用嗰條友。咁不過咧講到曼聯嘅反擊組織能力同埋級數咧，咁都係如我就係專屬直播預測所料咧，一般般嘅啫嚇。嗱，最靚嘅組織咧就經已係15分鐘就般奴費南迪斯第一時間送直線幫到丹尼爾詹士入禁區咧，就半單刀，可惜咧就丹尼爾詹士射得太過正宗。咁其餘嘅反擊方法咧，好多時都係只不過靠丹尼爾占士同埋馬斯亞自己推個波上去單打獨鬥，就冇咩合作性。例如咧26分鐘嘅時候，就馬斯亞用個人能力就過咗費蘭甸奴噶啦，咁但係佢竟然間咧就冇選擇交俾中間有更加多空位同埋更加有射門角度嘅般奴費蘭迪斯，反而咧就馬斯亞自己狹窄角度射門。咁又例如啦，下半場69分鐘咧，丹尼爾占士用速度過咗奧達文迪噶啦，但係竟然咧就去到狹窄角
度自己射，就完全漠視中路12碼點空空如也嘅般奴費南迪斯嚇。咁如果咧曼聯呢兩次嘅反擊係有啲組織肯交波嘅話咧，尤其是69分鐘般奴費南迪斯喺12碼點嗰度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係般奴係好有機會今日會入到波噶啦。咁曼聯咧就會贏得更加有說服力噶啦。咁另外咧，我喺專屬直播都講咗啦，雖然詹士嘅速度好高啊，佢一定可以透過啲突破咧有啲反擊嘅機會。咁但係你要佢喺大戰當中入波就好難嘅，佢級數始終係唔高啊嘛。佢啲決定亦都係唔好啊嘛，咁結果咧佢今日咧就係唔交波俾般奴啦，咁佢嘅把握力都係唔夠好咧，係太過正宗咧射得。咁當然啦，如果今日有福仔嘅話咧，個把握力會好啲。咁而其實咧格連活特嘅把握力都 OK 嘅，咁不過咧格連活特今日咧就冇機會嘅，咁所以曼聯咧都要靠一個死球咧，先至可以話打開個記錄啦。咁其實講到呢一個死球咧，有少少爭議性嘅噃，因為我喺電視機睇嘅時候咧，我會覺得根叔同埋般奴嘅身體接觸其實就好少嘅啫。咁但係當時咧球證嘅甸恩咧就企到好近，咁佢見到有個接觸，佢見到個犯規，佢吹咗罰啦，咁我哋唯有信佢啦。咁不過咧30分鐘嘅呢一個曼聯嘅死球入波咧，的而且確係別出心裁，好有心思嘅喎。嗱，當時咧，我本來咧係以為我當時一直咧都係睇住大遠處嘅麥佳亞，即係我本來係以為般奴咧係會向住麥佳亞斬過去嘅，點知咧甸恩一吹雞，突然之間就有個曼聯球員喺近處嗰度衝入禁區，而個波咧又突然之間好巧妙咁樣凹咗入禁區裏邊，又啱啱好去到馬斯亞嘅前邊，可以球不着地直接射門，而成個過程係只係用咗2至3秒，應該唔夠3秒，係2點幾秒嘅啫。咁所以咧就解釋咗點解咧，就連一個世界頂尖嘅守門員艾達臣都會輸近處，同埋咧就係手底漏咗個波入網。有人就話今次艾達臣有問題，但係最合理嘅講法咧就係今次嘅死球戰術係快如閃電，係接近完美嘅組合作，完美嘅合作。咁咧根本係冇人會估到呢個死球咁樣設計、咁樣組織嘅。艾達臣真係好難反應到喎，即係你可以責怪艾達臣臨完場前嗰下拋出嚟個波送大禮，但係呢一個死球咧，我相信係任何一個守門員都反應唔到㗎啦。咁後尾咧再睇翻咧呢一個死球嘅戰術啦，我會發現到好多細緻度高嘅嘢喺裏邊㗎噃。例如咧就係般奴一直故意唔助跑啦，即係其實佢係想咧等甸恩一吹雞咧，佢就朗拿甸奴上身咧就撩個高波入禁區裏邊，就殺對手一個咧就係措手不及。仲要咧就係故意擺個費特喺身邊扮助跑咧，去開呢個罰球混淆視聽，跟住咧亦都要揾呢個馬斯亞咧就喺度先扮個反人牆混淆視聽。咁點知咧就係甸恩一吹雞咧，就馬斯亞即刻就衝入禁區，就唔係話做反人牆啦，即係本來扮反人牆都係混淆視聽，又係可以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咁呢一個咧係準備充足嘅死球戰術，亦都係執行得非常之好，即係可以話接近完美。即係如果咧能夠貼埋個近處入網嘅話咧，就完美啦嚇！即係如果你唔驚到呢一個艾達臣隻手嘅話咧，100分噶啦。不過依家咧都95分噶啦，因為咧呢個馬斯亞球不着地射門高難度嚟噶嘛。咁咧呢一個波咧都算係今季其中一個叫做金球嚟噶啦，金球嚟噶啦。咁呢個咧般奴費南迪斯同埋馬斯亞退下火線喺後備席嘅時候有傾有講，有講有笑啊。咁應該咧就回味翻咧就係嗰個合作，呢一個死球合作。咁佢哋兩個咁好兄弟啦，咁 friend 底啦，咁應該咧就成日聯絡噶啦。所以咧就能夠咧就一齊設計咗一個咧就係咁嘅死球戰術，一路咧仲要 keep 住唔用喎嚇，唔暴露出嚟喎，係等到曼市打比先至拎出嚟用喎。咁要稱讚佢哋咧，就係兩個都知道啦，曼聯今次必須要用死球先至可以偷到雞啊嘛，所以咧就努力設計出嚟，就 keep 住唔用，就係等到呢一度咧先至咧就係攞出嚟用嚇，別出心裁嘅死球戰術。咁啊呢一對兄弟應幾多功㗎？嗱，咁另外啦，曼聯咧喺41分鐘咧，可能仲會獲得另一個死球機會嘅，咁就係呢個費特衝入禁區參與反擊啦，就奧達文迪根本就魯莽嘅，即係竟然咧禁區裏邊都出咗隻腳出嚟，又縮唔切，咁真係搞到咧同費特隻腳有輕微嘅接觸。咁如果甸恩呢一次俾12碼都真係冇計喎，因為有接觸喎。
不過啦，甸恩咧就竟然係吹翻咧，就係反而調翻轉頭吹呢個費特插水喎。嗱，呢一度咧就認真搞笑一啲嘅，即係如果你話接觸太過輕微啦，唔俾12碼唔吹罰咧，咁我都可以理解下嘅。咁但係你調翻轉頭吹插水咧，唔識講咯喎！我真係即係咁嘅判決，即係個低能嘅程度去到咁嘅情況，即係最慘嘅咧就係甸恩咧已經係判咗啦，俾咗黃牌嘅啦嘛。咁而英超嘅呢個咧就係呢個 VR 咧係好少會喺球證判咗之後再出聲啊嘛。結果呢單嘢咧就唔可以翻案咯喎，咪陰公咯。咁今日絕對咧就唔可以話球證偏幫㗎啦，因為咧有啲判決咧係對曼聯有利，又有啲判決咧對曼城有利，即係咧係喪心病狂啦，無定向喪心病狂啦。咁所以咧就絕對可以話係球證甸恩嘅呢個判決水準好威曳嘅。咁啊甸恩基本上咧係保持住個水準啦嚇。咁而講到咧就係保持水準咧，咁蘇斯克查咧都算係保持水準嘅嚇，咁咧就係講緊佢嘅調動啦，一如既往都係非常之緩慢。嗱，雖然啦，今日曼聯都係贏咗波嘅，咁但係我哋必須要提醒翻咧，蘇斯克查嘅調動咧係有問題。嗱，所有曼聯球迷都知啦，蘇斯克查一直咧都係70幾分鐘先至開始調動嘅，咁今日咧就係78分鐘先調動，都好鬼遲嘅啦。其實咧，由呢個70分鐘開始，曼聯嘅反擊力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嚇。咁呢個當然係同個體能有關係。咁哥迪奧拿嗰邊咧就係即係哥迪奧拿咧都係唔好意思喎，黐線。蘇斯克查咧都係冇盡快咧就係補充個反擊嘅體能嚇。咁某程度上咧就真係要靠哥迪奧拿食錯藥嚇。咁呢個曼城咧就超級老鼠拉龜咧，咁曼聯先至避開就9手必失嘅厄運。咁所以蘇斯克查咧下一次都真係唔可以再好似今日咁樣咧，就係咁遲調動啦嗱。用麥湯文嚟選擇拍大巴係可以，但係就係唔應該拎走個前鋒嘅，即係應該要拎走嘅人咧係般奴費蘭迪斯，你必須要保持翻咧就2個前鋒喺前邊最少啦嚇，構成個比較有反擊力嘅係3-5-2，先至有個反擊嘅速率。咁而且咧更加冇理由咧就88分鐘先至話補充個進攻點嘅體能嘅，即係基本上咧70分鐘嘅經已要換第一個人㗎啦。咁啊，增加個進攻點嘅體能。咁當時你話留低占士可以嘅，佢後生啲可以爆多幾段。咁所以咧應該要拎走嘅馬斯亞咯。咁啊，恩卡路啊，格連活特咯。恩卡路今日咧最後做個假九支點都有啲功勞嘅，即係打個係拉屎嘅反擊出去，就間接令到艾達臣送大禮啊嘛。咁之後啦，78分鐘左緊咧就係拎走埋般奴用麥湯。咁同一時間咧，拜利都可以入嚟就拍大巴咯。嗱，咁咧先至係最合理嘅調動啦。咁蘇斯克查咧必須要自己咧就進步咯，就唔可以話淨係靠晒曼聯嘅魔性做保鏢嘅噃。咁嚟到呢度咧，大家都要做下小弟嘅保鏢啦，就係保障下小弟嘅收入方法，就係多啲 click 廣告、撳廣告、彈廣告，視張出嚟播晒有聲廣告片佢，唔好鬆懈，同埋 like 片、share 片、subscribe， 咁樣先至幫到手嘅。多謝晒。咁記得咧就係要訂閱撳鐘仔，方便接收新片通知啦，同埋用25蚊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或者去 Patreon 嗰邊咧就係用3蚊嘅美金咧做專屬會員嘅。咁咧就係記得唔好裝擋廣告程式啦，發現翻咧電腦裏邊咧有廣告，手機都有廣告，記得唔好啊瞄條聲，記得要咧就係播晒有聲廣告片佢。好，我哋下一條片會再見面嘅喎，拜拜。